你是不是有过这种感觉？越是追求什么什么，好像就离你越来越远，好像故意躲避你一样。今天这个方法可以让你站着也把钱挣了。如果你坚持使用这个方法，它可以改变你整个人生。我们用佛教的一些理念来阐述一下。我们人在佛教中有8识，第6识，也就是我们讲的色声香味触法，眼耳鼻舌身意的意，其实就是显意识，就是我们自主的意识。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判断、分析、推理，就好像我们在思考一件事儿的时候，突然面前来了一辆车，我们本能的就躲开了。第7识莫奈识，也就是你最终会发挥出来的能量，都是经由莫内识从第8识阿赖耶识中挑选出来的，我们俗称潜意识。如果你不知道第8识是什么意思，接下来的影片我会逐一为你讲解。比如我们想要得到一份工作，或者是接到一项工程，或者是追求一个异性，能否决定你是否得到的，就是第7识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潜意识。譬如你谈一个工程，这个工程利润非常丰厚，作为乙方的你当然是想把这个工程拿下来了。但是当你踏入甲方的大门，发现他们的办公室富丽堂皇，这个时候你就心虚了。但是你的显意识，也就是第6识告诉你，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项目争取过来。可你的第7识，也就是潜意识不断地提醒你，你可能够呛，因为对方的气场实在是太强大了。这个时候你身上就会散发着一种负面的能量，这种能量让你觉得自己心虚了，从而导致畏首畏尾、小心翼翼。与此同时，在对方的眼里，你就已经处于弱势了，因为你散发出的那种能量的显化告诉对方，你可能胜任不了，最终把你打发走了。或者是你爱一个人爱得不行，你的第6识显意识告诉你，你必须要得到他，但是你的第7识潜意识又告诉你，你配不上他。这就像我们常说的，一个人越在乎什么，就越没有什么。那么办法是什么呢？你要调动你的第7识莫内识，告诉你自己，你本身就是一个能量非常强的人，只不过因为一些失误，因为一些错误，让你失去了本该属于你的东西。那么从今天开始，你就要逐一的把它们找回来。那么如何找回来呢？譬如我们之前说的项目，你要告诉你自己，不管它多么富丽堂皇，规模再大，本质也就是一个项目。项目在于什么？项目在于能否胜任，而你到底能不能胜任？此时你就会调动各种你技能上的经验来做出判断。比如我有相应的资质，相应的经验，关于项目它阅历并没有比我高多少。当你调动这种正向并且积极的意识，你就会发现自己非常充满信心。这种信心不是盲目的自信，或者你觉得这还不够，那么我们再来一针强心剂。比如你下面的员工都在等着你凯旋而归，你的挚爱们不论你能否成功，他们永远都是爱你的。又或者说人生短暂，
可能再过个10年20年就驾鹤西归了。这人生就是一场梦，就是一个游戏。既然是游戏，怕输什么呢？输了又能如何呢？反复给自己植入这种对你有利、对你人格思想上有利的这么一种信念，反复地给自己洗脑。当你的信念越来越强，你会非常从容，你释放的能量就越强。这是一种正向的有关于无形的力量的轮回。这种看似无欲无求的豁达，会让你觉得这一切都不那么难。当你觉得一切都不重要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属于你。所以我们的第7识莫内识能量非常强大，心念一动就会产生风。大乘佛法的法相宗中，把我人这一颗对境攀缘的妄心分析为8个识。这8识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莫那、阿赖耶。8识中的前6识系自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6根而发生。6识中的前5识眼耳鼻舌身5识只能了知自己界限以内的东西，不能代表别种识发生作用。而第6意识则是由前5识所引，助它们发生作用的。譬如眼之见色，只能了知是色，至于这色是黑是白，则有赖意识的分别嫉妒。耳之听音，只能了知是音，音之含义也赖于意识的分别嫉妒。所以前5识中有意识起作用，意识便同时聚起。此外，意识尚能对内外之境，不分有形无形，即过去现在未来3识，有比之推测的作用。因此迷雾生夯之业，皆由意识而作。现在心理学上即研究到此前6识为止，但在大乘佛法上的分析尚有7、8、20莫内识和阿赖耶识的存在。第7莫内识意为意，但因恐与意识相混，故保留莫那的意音。莫内识的作用是直定阿赖耶识中的见分为我，而恒审思量之，所以它的特点是执我和思量。因为执我，所以与我痴、我见、我慢、我爱这4烦恼常相应不离。莫奈识属于潜意识的范围，它本身并不造作善恶之业，但因它执着自我这一个念头，所以就成为一切众生自私自利的根源。莫内识所执着的我是什么呢？就是8识中最后一个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又名藏识，它是本性与妄心的合体，也是无始以来生死流转的根本。此识中含有生灭，即不生不灭2义。不生不灭者，是觉，是真如，是本性；生灭者是不觉，是妄心。梵语阿赖耶意为无昧，汉语意为藏识。称无昧者，是因它历劫生死流转，永远不灭坏；意为藏识者，因它有能藏，所藏直藏3义。它是一切业力，
善恶种子寄托的所在。一切众生没有起心动念或发为语言行为，都会造成一个业种。这种子在未结果受报之前，都寄藏在此时中熏习，所以有能藏匿。前七识的心所法，算是能熏能圆。第八识是前七识的所熏所圆，故有所藏匿。第七识恒直定此识中的见分为我，而为他所爱，所以有我爱之藏匿。在八识升起的顺序上说，此时最先升起，为诸识之首。但若由末归本而言，则排居第八。此时为识之总体，亦为一切善恶业力之所寄托。故众生死亡后，前七识俱灭，唯有此时受善恶业力之所牵引，在六道中再去投生受报。众生死亡前七识虽灭，但他们的功能仍存在于第八识中，所以受生之后，依然又起或造业，使业种继续积存。因此阿赖耶识也就在六道中生死流转，永无出头的一天了。那么阿赖耶识如何生死流转呢？这要从佛法上的12缘起观说起。12缘起的生命观，12缘起又称12因缘，亦称12有支，这是依因果法则，以开示有情生命三世相续的真相。12缘起是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处，处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。这其中无明是过去之祸，行是过去之业，由10至受5支是现在苦果，取2支是现在之祸，又是现在之业，生和老死是未来的苦果。这样由祸造业，由业受苦，由苦而复祸，因祸复造业，复受苦，就是有情生命流转的恶性循环。但在这循环中，因业受苦的根本，就是上面所说的阿赖耶识，生命的来源。由于无始以来本性因染成识，因妄想执着造作之业力寄托于识中，此时复受业力支配，在六道中轮回生沉。因此我们可以在此说出生命的奥秘，那就是生命的根本是阿赖耶识，也就是俗称的灵魂。生命自六道而来，复往六道而去，事实上也无所谓来去，只是这个时受着业力的牵引，在这六类众生的生命之流里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。一旦因缘汇合，升入人道，那就成了五蕴和合的我。其实识与名色结合的生命并不一定就是人，不过三界六道以人为中心，所以我们在讨论生活问题时，亦假设以人为对象。假设说神识以过去业力之因升入人道，那么在12因缘的现在果报上说，就是道时入胎，与父精母卯结合而成生命。此生命发育至6根具备，出生人间，
渐次成长，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感触，而有苦乐的感受，这便是12因缘中的事。名色、六入、触、受五知，有了苦乐的感受，就会躲避痛苦，追求快乐。此不独于人，动物皆然。既然追求快乐，自然就有贪爱、贪财、爱色，争名夺利。然而过分扩张自己，就难免不影响别人。少数人快乐，多数人难免痛苦。痛苦的人为了求得快乐，又不图再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。当然，人群中也有舍己为人的仁人志士，克己安分的善良人民。但人的行为，不管是善是恶，起心动意，皆是业种。这业种印入藏识阿赖耶识中，以业的善恶支配未来的生命。善者超生，恶者沉沦，一切皆自己造作，没有什么上帝和神奇支配。以上是12缘起中现在三因的爱、取、有三智。未来之果呢，则由现在之业因，再去受生，再去受报，再作业，再老死，依然在生命之流里延续无尽。所以佛法本身是一种心法，它是我们生活中的法，只是它里面讲的很多法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忽视掉的，我们没有想过去究其根本，探其究竟。所以佛法呢，你说它是宗教，它其实不是宗教；你说它是信仰，它也不是信仰；你说它是文化，它也不是文化，它更不是迷信。它无非就在揭示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告诉你一个真字。所以它是超科学的科学，超哲学的哲学。它更多的是从第七识末内识上面，对我们的世界有一个更高维度的认知。我们在世间法里面讲的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，它其实是停留在我们的6种意识心里面，它没有回归到根本，也没有上升到第七识末内识，我们的小真人的维度。它只是在我们的第6识里面去分辨所谓的唯物和唯物。这种认知呢，说实话是没有真正的去研究我们的佛知佛见，它是用世间法的思维来判断我们的佛法，而我们的佛法是远超这个维度的。佛法既不讲唯物，也不讲唯心，它主张的是唯识。可是呢，如果你一定要分辨它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，那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辩证唯物主义。它所有的体系，无论是空还是有，非空还是非有，即空即有，都是充满了辩证思维在里面。而且佛法一直都在告诉我们，任何一个物体，我们看它的时候一定要看到它的两面性，而这个物体本身就是它的两面性在交替作用而产生的。所有的物体都包含两面性，包含交替作用，它们本身就是一体的，在同时发生作用，同时产生的。所以从这个维度，如果你一定要给它一个辨别，到底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，
那我肯定他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了。那么如何调用和培养我们的第70末内时呢？在低谷的时候要留意自己的嘴，不要在别人面前否定自己，说自己长得丑，最多你可以说长得很普通。不要在别人面前说自己笨，要说自己还有地方需要提升。遇到了困难，不要说自己倒霉，而是去想这件事儿要锻炼我什么品质。在任何一个第一眼看起来负面的事情当中，你去发现正面的点，用嘴说出来，然后唤醒你的大脑有利的情绪。因为语言的本质就是思维，换句话说，语言可以改变大脑。当你不断地给自己注入正向暗示的时候，哪怕你什么都不做，你的潜意识也会让你立马忘起来。你要不断地给自己的大脑注入正向暗示，你要告诉自己，我是最优秀的，我肯定可以升职加薪，肯定可以创业成功，我就是天选之子，我干什么就能成什么，我一定会有一段好的感情。相信我，当你真的笃定地相信了，你便会遇到。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留下一句我人美心善，我会翻盘，未来越来越好。愿你早日与高维智慧建立连接，开启幸福、美满、富足的人生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